做自由的冒险跟这个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法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也就是高高发明的 H1堕天使高达最终决战样式。这款模型目前的定价也是在20多元左右，相对于来说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好一点价格的 HG 模型了。而且这款模型的板件量呢，其实相对于那些 C 的系列的机体，板件量稍微的会多一些，大概呢有6块板件之多。那么整体的板件质量呢，其实相对来说还算是看得过去，但是这个肉度以及这个飞边呢，还是有一些多的。而且这款模型我打开盒子以后呢，会有大量的灰尘。建议各位买回来以后呢，稍微的给它洗一下件会更好一些。那么至于细节方面啊，依旧是那种磨砂的质感，所以披完了以后也不会看着特别的油。而且说实话，对于 HG 堕天使高达来说呢，我相信啊，应该算是高高模型里为数不多的面向比较正的一款模型了。那么至于剩下的东西呢，我们到时候直接来看一下最终成品的效果到底如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呢，这一款高高的 G1 堕天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制造完成了。在之前的动态里呢，我们就已经展示过了，这款模型啊，其实算是高高模型里边面向比较正的一款了。那么至于整体的身形比例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堕天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看的，而且这个配色也是比较鲜艳的。那么剩下时间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款模型的具体细节表现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这一次的面相方面呢，其实简单的进行一个补色，可以发现这个眼睛呢还是比较正的，但是这个面相的刻线啊，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些糊了，需要各位对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刻线加深，或者说直接采取勾线笔给它勾一下就可以了。在头部前端呢是采取了一个透明件，内部是采取了一个红色贴纸进行补色。说句实在话，万代在当初设计 HG00 系列机体时候呢，这种白色透明件内部嵌套贴纸啊，说句实在话真的不好看。天线部分也是采取了一个轻量化的设计，头部上方呢依旧会有一个简单的缝隙，这些啊都是高高的一些常规操作了，至少这个脸没崩，我感觉就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了。那么整个头部其他的刻线方面呢，其实表现的也算是一般般了。那么活动性方面，依靠着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依旧是那种 PT 件球形关节，但是这款堕天使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 PT 件以及孔位进行一个安插的时候呢是比较紧的，需要各位对内部的孔位呢进行一定的扩孔。胸部整体的造型设计还是比较纤细的，比较不错，而且内部呢是采取了一个双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所以说呢，对于整个胸部的弯腰以及抬起幅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活动性的。但是因为这一款模型呢是最终决战样式，后方呢会有2个导弹夹舱，所以说对于整个腰部的可动会有一定的干涉，这些需要各位自行的去考虑一下的。整个胸部和手臂、肩膀连接部分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 PT 件的缘故了。PT 件和整个肩膀的球形关节连接呢是比较紧的，这个部分呢，我需要各位针对于内部的球形关节呢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一点点的试探去安装，不然啊就会像我这条胳膊一样已经是断了。但是呢，我最后还是打桩给它稍微的加固处理了一下。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在活动的时候呢是有一个 PT 件的活动关节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手感呢也是偏紧的，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总之，这个肩膀部分球形关节打磨处理好了之后呢，在把玩的时候摁住根部，稍微的注意一下，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整个肩胛外侧呢是带有一个可以活动的机翼，这个都是后续在变形 MA 形态下的一个小机头了，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手臂部分也都是常规的操作了，正常的手臂曲肘幅度能够达到90度，上臂的旋转这些也都是完完全全可以的。在小臂内部呢是提供了一个2连装的导弹，这个都是通过了一个手臂外部的白色零件进行重新的卡榫安装的，能够实现一定的释放样式。但是高高模型里边的精度问题其实不是特别好，所以说需要各位对于白色零件内部的滑槽呢进行一定的消除了。手腕部分还提供了一个段单独的活动关节，这个部分的活动能够达到90度，还是比较好的。在手部呢是提供了一对握持手型，加上一个握拳手型，这个呢提供算是 老 HG 里边比较多一点的配置了。前胸甲的设计还是比较长的，通过了一个 PT 件进行连接，能够实现大范围的可动幅度，这些都是常规操作，比较可以的。而在整个前胸甲内侧呢，还是挂的2把光束军刀剑柄，这个挂载稍微有些松，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前胸甲的上方呢是通过了2个贴纸进行一定的补色。整个裆部下端是带有一个大型的机翼的，通过内部的一个 C 扣进行一定的活动性，但是这个 C 扣呢稍微有些紧了，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各位去活动这里了。然后在整个裆部内侧呢，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太阳炉一样的结构，我还真的忘了堕天使啊是有没有太阳炉的设计，这个真的不太记住了。内部呢也是带有一个透明件以及一个黑色贴纸进行补色的。堕天使的后胸甲呢虽然是一大片的设计，但是啊这个后胸甲呢是可以有一定的活动性的，主要啊就是内部呢可以安插一个支架连接件，之后整体的活动性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整个腿部其实在胯部的设计是一个柱形卡榫，但是最后上方还是嵌套了一个球形 PT 件，之后呢再将整个腿部嵌套在里头的。
而且啊，这一次高高堕天使的 PC 件呢，我在插进的时候，直接这个球星关节就裂开了。除了这2个球星零件裂开了以后呢，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好在最后整个腿部套上去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么整个腿部前踢、后踢、侧摆呢，这些活动幅度也都是常规操作了，至少至于在侧摆的这个活动性不是特别的好。上腿部呢也是带有一定的旋转的。之后在整个腿部呢外侧是挂载了一个推进器一样的小设计，这些啊也都是常规操作了。在屈膝活动的话呢，差不多能够达到180度，对于一款 HG 来说，这个可动性还是比较够用的。小腿部分的前端其实有一个大型的机翼部分了，这个上面的成色部分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了。92部分采取了一个简单左右合，上方呢挂载了这么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板，但这个盖板呢会和上方的机翼产生一定的干涉，需要各位对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处理。堕天使的脚掌为中空的设计，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怪怪的，但是内部通过一个卡扣能够进行大范围的活动旋转，主要啊都是针对于后续的 MA 形态下进行一定的展示了。92部分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这个部分对于整体的活动性方面也是够用的。但是整个腿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大腿部分活动的时候呢，活动它可能就会脱落下来了，这个还是比较头疼的，主要还是因为内部的 PC 件已经裂开了的缘故。加上上腿部分呢，其实在旋转的时候，旋转到一定的活动性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抻下来，这个也是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对于整款模型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已经差不多介绍完成了。背包部分也是通过了一个嵌套的 PC 件进行连接的，这个地方也都是常规的操作了。普通版本的堕天使是没有两侧的这个导弹夹舱的，这个导弹夹舱内部是通过了一个黄色的导弹分件加上周围的这么一个盖板呢，呈现一个释放样式。那么上方的盖板啊，它可以和手臂的盖板一样，可以通过换成别的凹槽呢进行连接，实现整个导弹的释放样式。但是这2个夹舱连接呢稍微有些松了，需要各位简单的加固一下。至于武器配件方面啊，提供了2把光束步枪啊，不对，2把知音的光束步枪了。这个呢是堕天使专用的双管的知音光束步枪，前端的话呢还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的。之后呢再来就是在最终决战样式所提供这么一把知音加农炮了。整体的细节刻画呢，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可以的。后方的握把呢，也都是可以直接的挂载握持的。下端带有一个活动机构，这个主要是用来后续变形插在机头上进行展示的了。那么武器部分其实就看到这里了。这款模型呢，其实还是破天荒的提供了光束军刀贴条件，但是这个孔位稍微有些紧了，插上去容易断的。剩余的配件呢，也就剩下了 MA 形态下的这么一个支架连接件了。那么剩下时间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MA 形态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 MA 形态下其实差不多呢就已经全部的完成了。相对来说，整个变形过程呢虽然说简单，但是因为高高零件本身精度的问题呢，对于整个变形过程啊总是有一些零件噼里啪啦的会掉，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就是 MA 形态下就不变，就这样就行了。一个 MS 形态肯定是够用了，至于把玩的话呢，那就看各位自行的选择了。然后至少那天晚上我在发完动态以后呢，有朋友提醒我说肩甲装反了，当时我在想，哪块装反了？然后今天在变形的时候我才发现啊，肩甲这块给它装反了。各位注意一下吧，那2个接口应该是在后面的。所以说这款 MG 啊不对，这款高高的 HG 主天使呢，至于20块钱的价格，我个人感觉算是这里边比较好的一款。但是这个好呢，只是建立于在面相以及整体的造型表现还可以。至于把玩以及整体的这个一体性方面，确实不太好，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加上胯部配件容易断裂，最后啊导致整个腿部呢会比较松的缘故，这些呢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那么这款模型不知道各位感觉到底如何呢？本期的CG我们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